女士，女士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女士，这梦越发古怪离奇了，还偏偏都是现代记忆的回溯。这一切都始于我以血滋养灵魂的那一天。难道等我彻底压制魔丹那日，我不仅会死，连神魂也会彻底离开这个世界吗？贵人，您吩咐的大婚流程已经让下面人去操办了。好，婚礼就是要热热闹闹才有趣一些。夜深了，您快去歇息吧。不行，还有好多礼物没有做完呢。日后慢慢再做不也来得及吗？你先去休息吧，不用管我。是。司马娇，恐怕封印油盐那日，我体内的魔丹也会失控。那时，我会燃尽自己，帮你消灭油盐。在我消失前，我定要多留下一些纪念，让日后的你少一些孤独。几时流光秀来锦绣万千，顷刻间化成爱与之间。当阡陌一念，善恶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无垠谎言。风一脉，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追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醉人，弹指间爱可以还原。追爱无言，惹不了一生时光。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，生生世世不还。当阡陌一念，善恶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无垠谎言。风一脉，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对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醉人，弹指间爱可以还原。追爱无言，惹不了一生时光。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，生生世世不还。今日这么大阵仗，南燕侯必定坐不住。今日的婚礼，也是我一直想要给你的。
你让赤安河带2个魔将去帮司马娇修运河。你居然要利用仙魔共主之位，就为了帮人间一个小小皇帝办事？他才不是普通的皇帝，他是我的小娇娇。好，说正经的，你到底有何目的？司马娇告诉我，南燕侯在积极推进修运河一事，恐怕这是油盐和南燕侯联手布下的阴谋。我们不妨将计就计，看看他们想做什么，说不定还能借此引出油盐来。注意避开农田和村落，公主特意交代过。我明白。这怎么回事？这山洪来的有点蹊跷，怎会越过高地，冲向村庄？定是油盐，廷琰交代过，务必要保障好村落的安全。我去找油盐，你们在这保护好村民。是。这副没用的身体，这么快就追来了。可恶，让他跑了。燕九，可有寻到油盐下落？被他跑了。廷琰猜的没错，运河之时，定有油盐在从中做客。怪不得，方才我和安和修建运河，本一切顺利，在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，河堤却遭破坏，发了山洪。我跟安和险些功亏一篑。夫人，良辰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不是，夫人，你是做噩梦了吗？看来，油盐在我体内种下的魔气开始发作了。陛下，各州郡传来急报，运河在1夜之间修好了。1夜之间，是，有多位村民发现，似有神人引洪入河，紧接着大运河便浑然天成。各地修医使在急报中也附上了运河的图画。现在民间盛传，运河天成乃是陛下福泽所致，是民之大幸。都说了，臣妾是仙女，就算陛下想要天上的星星，本仙女也会为陛下摘来。他果然为顾摘了星。拜托你们藏也藏得好一点吧。知道了，师祖。他还没死呢。你说说你们，干嘛突然来这宫里啊？我好不容易让司马娇相信我，他看到又该起疑了。禀公主，我与穆将军奉命修筑运河时突发山洪，果真是油盐从中作梗，而且他真的附到了彼岸的身上。
只不过我没抓住他。这次让他逃了，看来得想别的办法抓住他。我服下师傅给我开的药，魔气已经被压制许多了。此时为何会突然失控？这突如其来的旱灾与饥荒，必定是有眼所为，为的是以怨念增强我体内的魔丹，更是要动摇司马教的皇位。灵火与魔丹此消彼长，如果有一天魔丹失控，彻底压制住了灵火，你若不想散尽修为的话，就须得增强你体内灵火的威力，以你的血做引来燃烧灵火，但这样等同于饮鸩止渴。如果想要彻底压制魔丹的话，恐怕得以你毕生的骨血为基，你的生命也会随之消散。陛下，都山郡迎来大旱，大量百姓饿死，多个郡县稻田里发现被啃食过的童男童女的尸体，恐怕是饥饿的百姓已经开始易子而食了。好一个易子而食啊！钟郎将真是会找理由啊！陛下，臣已查明，稻田中的童男童女在大旱之前便已失踪，赫然出现在稻田里。其死状跟丝弦贵人如出一辙，这其中必有妖物作祟。陛下，臣近日夜观天象，发现皇宫上空出现了一颗妖星，旱灾皆是由此妖星而起。若放任不理，足以亡国。臣恳请陛下烧死妖女廖廷艳，为民除害。这皇宫之中，并非只有晏夫人一人。太史令焉知，这妖星代表的不是蛊。廖廷艳身上居然还有那等防御法器。是啊。
此法器还有司马胶的灵力，想必定是那司马胶将自身的护心骨融入其中了。国师啊，若是此物在，即使接下来风起将他带到我们身边，我们对他也束手无策呀。那等法器，非旁人能轻易摘取，得想个巧妙的法子，让廖廷彦自己将那脚镯给摘下来。诗千旅那边情况如何了？回国师，我们查明，诗千旅曾对其妹施以洗魂术，把人送去司马胶那里，使了一招离间计，却似乎未能得手。洗魂术，他竟善此独门秘法。他现在人在何处？暂避一偏僻宅中躲藏度日。看来诗千旅是时候派上用场了。既然全都已经被搜了魂，为何司马胶没有任何动静？看来廖廷也还是没有动手。这个没有的东西，难道我们施家真的要穷途末路了吗？师长们，咱们请吧。果然来了。师长们身在难处，也能泰然处之。果然如尊师拥有道君一般沉稳清醒。嗨，沉稳清醒，沉稳清醒有什么用啊？到头来还不是一样死在你那个仙魔主之手啊！是在下招待不周了，直到现在才有空将师长们请到我国师府当中来，让您在那荒山野岭中受苦了。国师不必客气，有什么话可以直说嘛。我听闻师长们善于独门秘法洗魂术，我只要你设法将你女儿施燕引出来，借此秘法助力，我们便可将那司马胶一举击杀。你也想利用他杀死司马胶啊？哎呀，国师可能之前也有所耳闻呐。我曾对吾妹施以洗魂之术离间此二人，但是未能成功啊。今时不同往日，这次由我魔域助阵，结果自是大不相同。届时师长们可以一雪旧愁，我魔域也会助您东山再起。国师，引他出来倒是不难，但得要有个人做饵啊。好，至于这抛饵之人，我已有人选。师祖，燕姐姐已经收下那些丹药了。你可有多嘴？
没有。司马娇，你想软禁阿燕一辈子不成？你以为这样就能夺得阿燕的心吗？你脑子里想的，从来只有如何夺得她的心。难怪你会被人利用而不自知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们住的那个真实楼就是一个陷阱，有人想趁着燕姐姐睡着了对她下手。还好燕姐姐有师祖的庇护，这才没有出事。你还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啊！无论是谁伤了她，我必诛之。只有进入灵府，才能知道当初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也免得让司马教失血过多。成功了。从哪儿找起呢？其他的事情可以慢慢了解，先知晓我跟兄长的往事就好。司马娇，你个卑鄙小人！你竟然让这魔域的贱妇来杀我！你以为你们可以长相找死？你的情必将受到这天道的斩断！我同姑姑的记忆完全不同，难道果真是我杀了兄长了？而且兄长那般如我，似乎并非是我的家人，他才更像我的仇人。那我一直以为的真相其实是颠倒的，我并非是家人，我那个爹其实一直在联合姑姑骗我，为的就是利用我来对付司马娇。那石前度的死，也许也是石家人计划中的一环。这儿也是我灵府的一部分吗？感觉藏了什么不得了的大秘密。竟然还有炸鸡，那这肯定是我的灵府没错了。
司马娇大猪蹄子王八蛋！完了，当初跟司马娇这个大佬谈恋爱的，竟然真的是我。不是吧？已经发展到这个庸俗的程度了吗？难不成我还打算向司马娇求婚？难道以前我爱司马娇比他爱我还更多？你在看什么？你怎么这么紧张？这2枚小圈有问题吗？没什么。不对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来找你，发现你一副失神的样子，我怕你吃了丹药不适应，在这里迷了路，所以来看看。你怎么说的这么理所当然？快出去！看来，这东西是送给我的，对吗？你从哪儿看出来的？因为我戴着正合适。你挺会对号入座的。你看到了吗？我看到了。我知道，你以前会喜欢我，现在也会。你会依赖我，相信我，愿意一直陪伴着我。因为你是这样，我也是这样。先说好了，这不是婚戒，只是情侣戒指。情侣？那我现在算是你的朋友了吗？你别急啊，你先让我适应一下。可是我以前的记忆一点都没了。其实你有的是办法帮我恢复记忆，对吗？那你为什么不那样做呢？那样不是能更快地达到你想要的结果吗？
的确，但是你有你的步伐。如果我一直想不起来呢？无妨，我们有的是时间，可以重新开始。但之间爱可以缓慢，最爱无言，惹不了一生时光，就算对视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，生生世世不换。最爱完整，如那雨从天边，风月醉人，但之间爱可以缓慢，最爱无言，惹不来一生时光，就算对视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，生生世世不换。风起少爷，还是想开一些吧。何况他现在像是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寒余记忆，所以才没能与你相认。唉，可惜了这一段缘分呢。我之前受过一次很重的伤，而且之前的记忆都消失了。然后据司马娇所说，我失忆前是他道侣。他与我已是道侣，你不过是个跳梁小丑。阿叶，当初是你救了我，如今也是你忘了我。国师给了我活下去的机会，而你是我活下去的动力。该被你想起的人是我。风少爷找我所为何事啊？麻烦鬼爷通传一声，我要见国师。师祖，燕九，你这2日可有察觉到，这屋内有何古怪之处？哦，我上次和红罗发现苏长青在为庭砚修饰花草。这有些多此一举不说，他们还担心庭砚不满意，怕庭砚怪罪。可庭砚明明就不是那种刁钻的人啊！况且，这苏长青作为庭砚的师兄，未免有点太不了解他了吧？你暗中再去那一带探寻一番，看还有何益处。可师祖之前来的时候，不是用真言之势
事故他们没有问题吗？的确，真言之事虽然能让人说出真相，但也仅限于让他人说出他们知道的东西。弟子遵命。这些花儿模样是怪了一点，但都是普通的花呀。这些枯枝野草要经过一番修理，才好作为送给师祖娘娘的礼物。他们究竟想掩盖什么秘密呢？怪不得他们要用灵力来修饰花草，这一带的花草一定有问题。司马郊起疑了没？一切都如国师所言，顺利进行。那便最好。国师，我信任你不会伤害阿燕，所以才按你计划行事。阿燕的记忆会恢复的吧？那是自然。此事于你于我都是有益无害，眼下进展还不错。风少爷只需要找机会，向尸燕提出那绞灼的代价即可，到时他自会解除绞灼。我知道。有人来了。阿燕，师祖，正好，大家都在，我与庭燕打算再住上一阵子，再拨几条灵脉给古雨雾，作为赏赐。师祖，这是说的哪里话？这赏赐太重，我等受不起。有何受不起？当年在仙府，我也曾拨给过你一条灵脉。此事，师祖当年对我多有照拂，此等恩情，定当没齿难忘。弟子定时刻铭记师祖恩情。我相信，洞阳真人自是对此印象深刻。是。这里空气好清新啊，好久没有闻到过了。这古雨雾，感觉连石头都散发香气呢。我这是用力过猛，把石头给拍漏了？怎么可能？这瀑布与你是从小到大的情谊啊！这些年你不在，它也便渐渐凝于石中。现在你回来了，它也就回来了。我在这里生活过。这片湖，便是你从小长大的地方。我又不是鱼，怎么可能生活在水里？你可是想起什么了？想起什么？阿燕，你本是一条寒鱼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你才会有极寒之体。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不会。当年，刘炽怕我父亲功高盖主，挑衅他的权位，于是暗下杀手，害我全族性命。后来国师明理，见我有一息尚存，于是偷偷将我扔在这片湖里，为我留下一线生机。就是这个时候，你出现了。蠢货，你在做什么？快阻止他！
韩愈竟并了魔主的内丹，他现在岂不是已经成了新的魔主了？你在说什么？荒谬！谁要当魔主啊？如何了？如何？师祖灵力大为损耗，又失血过多，恐怕无能为力。怎么可能？师祖重伤，阿燕又下落不明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白竹，你先去好好照顾师祖，其他的我们来想办法。是。我就知道那女人不可靠。我说她怎么就能缓解司马娇的灵火之痛呢？原来不是缓解，是压制。如今她的极寒之体被彻底激发了，若想要她的命，她随时会死。庭燕不会伤害师祖的，终归是魔族之人，哪里会对她有真心？她还傻不拉几的用护心骨给人家做护身法器，结果搞得自己千疮百孔，连灵火都要控制不住了。这个时候，你能不能不要再说一些没用的话了？耀庭燕本体是寒鱼刺客，司马娇是灵火宿主，他俩天生相克，还非得搞在一起，这不就是你死我活吗？他很不好，快救醒他！继续下去，他会把自己烧死的。如今师祖变成这样，万一魔族的人此时打来，该如何是好？或许我有办法一试。念九哥哥。师祖曾为我设下防护术法，护我凤山血脉的身份。如今师祖有难，我请你解了我的术法，让我以注血术为师祖补血。我知道可能成效甚微，但这是彼岸唯一能为师祖做的了。彼岸，我会小心施注血术，不会伤你，放心。没关系的，只要能够救回师祖，护仙魔两界安稳，彼岸死不足惜。可是你的性命也很珍贵啊。白竹说的没错，且不说你输送全身血液给师祖能否奏效还未可知，单单是这一件事情，师祖若是知道了，一定不愿意看你如此牺牲自己。你还好吗？勉强稳住了一些，但师祖如果还醒不过来，情况仍很危险。能稳住，就是有希望。彼岸，多亏你了。这是彼岸应尽之责。